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鄂亚纳西族乡。那么刚刚我们飞无人机呢，在这个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看到有房子啊，我非常的好奇，准备上去探访一下。这个下方呢有一条河流啊，特别的清澈。然后要去到他们那里呢，就是从这里这个吊桥啊，铁索吊桥，然后上去，大概就是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上去探访一下。就是从这个吊桥走过去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吊桥走起来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，而且抖动特别大。那么我感觉这个吊桥呢，也应该就是他们上边这家人啊，就出来的一个通道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，那个房子呢就建在中间这个石柱子的顶端。然后我们从无人机的角度来看呢，就是他们有可能人是居住在上边，然后下边这里呢是养羊的一个养殖场地。哎，你好，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我说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听得懂哈？你们家住这里啊？那个上面那个房子也是你们家的？是住在上面吗？那这个下面的话是养殖的是吧？养羊。那住在那个上面的话危险不？不危险。你们家现在有几个人在家呀？4个人。都是你的什么人呀？你爸、你妈妈、你老公，4个人。2个孩子。那你老公是在外边干活吗？帮人家去了。哦。你们家养了多少羊？5、60个。贵姓啊？姓啥？金谷。姓就是金谷是吧？那你叫金谷小梅。哦，好名字呀。哎，我想走上去看一下来。哎，你要上去吗？好，那我上去看一下哈。跟这个小妹聊了几句哈。他们家呢，确实是5、6个人都住在这个上边的房子那儿。你们看这个居住的地方还是挺险的哈，整个四周呢都是这个悬崖峭壁石头。他们那个房子呢，就从这里上去啊，这些小羊好可爱啊。然后我们看看这边就是关羊的一个地方。你看这边中间一个岔口。哎，阿姨。你吃饭没有啊？吃饭了哈。哦，我到这里来玩一下的。你整这个是什么麻绳啊？麻线。麻线哈，拿来做什么呀？要打洗衣服，我们要自己。这个拿来做衣服。我妈妈眼睛不好。眼睛不好啊？你们也是纳西族哈？我们是普米族。你是普米族？你们是住在这个上面啊？是。在上面住了多少年了？30多年不了。30多年了。那我上去看一下哈。好。我走上去看一下。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建在崖壁上的一座石头城堡。这个房子大家来看看，你们敢不敢居住在这样的地方？这边就是临崖。那他们一家6口人呢，都是住在这个上边的。当然，小的2个小孩呢是住在了学校啊读书。这个就是正面，看到吧？那么我们站在他这个房子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得开啊，几边都看得开，然后视野比较好。这里是他们的蓄水池，这个水管呢是从后山拉过来的。站到这个后边来看一下，来，大家看看这个感觉。是吧？特别陡峭吧？这个后边就是也是，全是很陡的。那水管呢，就是从那边拉到这个房顶上来的，从后山那拉过来的。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住在一座悬崖的崖顶上，整个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啊，而且它整个房屋的周围是没有任何的防护的，出来就是悬崖峭壁。而且听这个阿姨说呀，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30、40年了。
不短的时间了，就是以前就把房子选择建在了这个悬崖顶上。大家就说让你们住在这个上边，你们敢不敢住呀？我都看到你妈妈了，她在那里好像是用那个麻绳来做啥呀？做衣服啊？我们米族的普米族啊？哎，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房子修在上面？以前是下雨的时候。哦，就是下雨的时候山洪比较大，就经常滑坡，所以他就把房子建在上面。哦，这样更安全一点，其实是啊。大家听到了哈，他们为什么要住在崖顶？这个妹妹呢就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地质地貌呢比较松动哈，一旦山洪爆发的时候呢，尤其是他们这一片呢，经常会有山体滑坡，所以也是被迫没办法把这个房子呢建在那个崖顶上去的，这样呢更安全一些。即使是涨大洪水的时候，这边有滑坡呢，但是他住在那个崖顶呢，也是安全的哈，也没有多大问题。所以说呀，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质不稳定，被迫呢把房子建在了悬崖顶上。我们常人啊，可能觉得住在悬崖顶上不安全，但对于他们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呢，恰恰住在悬崖顶上呢是最安全的选择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，我身后呢就是正在发怒的怒江，这里呀也有三江并流的世界级地质奇观，哪三江呢？就是我身后的怒江，还有南昌江和金沙江。我们经常听说三江汇流，但三江并流啊却鲜为人知。这里啊不仅有三江并流，而且是自北向南而流。大家是不是更纳闷了？我国的地形呢是西高东低，水不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流吗？长江、黄河都是如此呀。哎，这就要从这里的特殊地理位置说起了。大约在5000万年前，印度板块开始与亚欧板块碰撞。这一过程呢，一直持续至今。这两大板块的碰撞啊，导致了青藏高原的隆起，并对周边地区的地质结构呢产生了挤压和折叠。随着两大板块的持续碰撞作用，在西藏和云南之间呢，形成了多条横断山脉，而折痕处呢，成为了低谷，均为南北走向。同时呀，持续的河流切割，进一步的雕刻了山脉的面貌。这才有了三江并流且永不交汇的地质奇观。如果说青藏高原是亚洲的水源，隐藏着大量的河流源头，那么云南就是亚洲的水管，保证了半个亚洲的供水。怒江、南昌江、金沙江自北向南流经云南，横断山脉。怒江流入缅甸后成为了萨尔温江，南昌江离开我国后被称为湄公河，流经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，注入了南海。唯独金沙江流经云南石鼓镇时啊，180度的掉头北上，走了一个大大的回头，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。这一湾呢，使得长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河流。如果金沙江不掉个头啊，有可能也流出国外了。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呢就是南昌江，我们镜头的后方一条大山脉后边呢就是怒江。南昌江的沿途地形呢，没有怒江的沿途地形更加来的险峻，所以我选择了走219国道，顺着怒江而上。不过呢，在南昌江我也逗留了一下，这是河边的一个新村，这个村子呢有100多户人家，全部是南昌江边上搬上来的。就在这个村子的边上，这个南昌江的深度就达100多米。从南昌江翻越大山来到怒江呢，我们途中就经过了横断山脉。这个山口的海拔呢，大概是2800米啊。我在这个地方呢停了一下车，吃了点东西啊，还顺便呢欣赏了山里的杜鹃花。从怒江南平县开车到泸水市呢，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，却要走上5个小时，就是因为要翻越2座大山。咱们要从3000米的高度啊，一下子降到800米，所以这个路途呢也是非常的艰险。说起横断山脉啊，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祖先，为我们打下大大疆域的同时，更是以横断山脉作为我们的护盾。横断山脉正好处于我国版图的大后方，动轧4-5千米的高山，敌人要想过来呀，还未到达，已累死三军。这就是祖先的先见之明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云南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，边防可谓压力不小。好在横断山脉的百姓也共同参与其中，这些高山峡谷
地方的百姓世代而居，边境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就会第一时间通知边防部队。可以说呀，有一只蚊子飞进来，都能给他们揪出来。当地的百姓和边防部队一起共同参与了边境的守护，维护着祖国的安宁。所以啊，大家有空多到西南边陲走走，我相信一定能够震撼到你。云南贡山县丙中洛，这里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，还被誉为人神共居的地方。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呢？这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、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所决定的。这里地处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，自然环境优美，地貌复杂多样。怒江流经此处，形成了壮丽的怒江第一湾。丙中洛四周被碧落雪山和高黎贡山环绕，嘎瓦嘎普雪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这样优美的自然风光，使得丙中洛成为了人们与神灵共享的美丽家园。丙中洛群众信奉祖先和自然神灵，在他们的信仰中啊，山川河流都是自己的守护神。这里是自然景观石门过水，滇藏之门。这个村庄呢，三面环水，一面环山，岛上桃花盛开，被人们称为桃花岛，美不胜收。丙中洛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，除了汉族外，还有独龙族、怒族、傈僳族、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。这里的各民族和谐共处，共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。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，并且相互之间能够互相促进、互相包容，使得丙中洛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特别是雾里村这个原生态的村庄，听着这个名字都让人感觉像个神仙居。我现在已经到了雾里村啊，我后面呢就是219国道，下边就是怒江。那么进入雾里村呢，需要过这个悬索桥，然后到村庄里边去，因为它里边是通不了公路的。春暖花开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的村庄，也是非常原始的村庄。因为这里呢紧邻219国道嘛，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车停在这个对面，然后到这里来游玩一下，路途也比较近，走过来呢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，差不多就走过来了。他们这个房屋的建造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，是用整根的木料来进行毛榫结构的套牢，这样呢两边相互的套呢就套成了这个板壁。跟我们这个贵州的建房的风格不太一样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屋上呢都压有很多的石板，石板的下边呢是一层铁皮，它可能是为了把它压得更紧一些，预防呢大风的时候呢这个房屋经受不住。本来呢我是说到村里找一些人家了解一下，但是他们年龄大的呢又讲不了普通话，没法交流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阿姨啊，她好像在家里带孙子，她也不太听得懂，所以没办法聊。后来呢我又到另外一家那儿呢，看到有个年轻人在外面打电话，然后有3、4个年轻人，但是呢他们看到我过去了之后呢，电话都不打了，直接就退回房间里面去，然后呢把门都给关上了。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啊，我也就没去打扰了。这个小小的村庄竟然居住着5个不同的民族，各民族还保留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，家家户户都在种地、养猪、养鸡，这是别的地方无法看到的，也是人们来丙中洛必来看的地方。另外，丙中洛还是219国道自驾丙察察的起点。丙中洛是藏传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3教并存的地方，一个村就有3种教堂，一家之中呢就有2种教徒。其独特的地理位置、丰富的民族文化、宗教信仰以及悠久的历史，所以被人们誉为人神共居的好地方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德贡公路上翻越3000多米的雪山，我运气不错哈。本来这条路呢前段时间都在封路，然后正好今天呢开通了。如果说不开通的话，我从贡山县到德兴县的话需要
绕行800公里的路。这条路正好通了的话，大概就是100公里多一点。翻越这个3000多米的雪山呢，我就可以到达德兴县去看梅里雪山。我的车呢，先停在这里哈，上面一直有个车在那里按喇叭，我怕过去错不了车。我等他过来之后呢，我再走。能过的吧？那你等一下。我在那个位置停着，他都过不了，这个车太大了，我又得往回倒。我也不知道倒到哪里之后他才能过。过得了吧？还是过不了啊？终于过去了，我的天哪，他这么大个车，怎么能往这上面翻？我的天，胆子也真够雷的呀，竟然敢往这上面走。这2天呢，昨天天气都还好，从今天开始呢，这个天气就不怎么好了。我敢确定这个路，今天晚上一过，明天的话可能就不让过，因为晚上肯定要下雨下雪，那这个路面就湿滑，估计就不让过。所以说，真的运气不错。今天呢，正好我过来了，否则我绕行800公里的话，好累啊。这是牦牛吗？这么深的毛？大哥，让我过一下。翻过雪山过来到德清县这边，怎么感觉好荒凉啊？全是这种光山。我的左下方呢，就是这个澜沧江。昨天呢，我是住在这个飞来市这边的民宿的。昨天整天呢都在下雨下雪啊，还好今天早上呢这个太阳出来了，也可以看到梅里雪山。但是呢，日照金山就没办法看到，看不到日照金山的话，咱就看一下日照银山吧。I can hear the voice calling. I can hear it, mama. I can hear a melody coming over from above. I can hear your voice calling. 这里是云南最偏远、最难到达的地方——独龙江。要从贡山县进入独龙江，最好早一些，下午有可能限流。这里保留着云南最原始的自然生态，有高山、峡谷、江水、瀑布，绝美的自然风光，还有独龙族独有的纹面习俗。今天我就带着大家走进云南贡山，探秘独龙江秘境。现在我们离开贡山县城，去独龙江。这里呢就是贡独公路，从贡山县到独龙江。那么这条路呢全长是70多公里，但是咱们开车要开2个多小时，因为它这个路途中呢全部是弯来弯去的这种盘山道，非常多的弯，可以说是10步一个弯。那么大家在这条公路上开车呢要小心一点，现在的公路呢应该是都修好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呢就是雪山，在这条公路上开车呢，真的是一种享受啊！在这里呢，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四季啊，山脚下春暖花开，山间呢冰雪覆盖。现在正好是日照金山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现在开的路段啊，大概是3000米的高度。那么这个路边呢，都还有很多的这个冰雪未融化。
这个路边呢，山上经常有石头滚落，所以遇到这种地方呢，要尽快的通过。到这里看到这么美的场景啊，我忍不住下来看一下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些冰雪呢，都是从山上慢慢的滑落下来的。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到独龙江来玩的话，我还是建议3、4月来看冰雪哈，很美。现在马上进入隧道，这里就是独龙江的公路隧道。这条隧道呢，全长有6公里多。这个隧道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哈，有那种时空穿梭的那种感觉。这条隧道呢是2014年才全线贯通的。在这条隧道未通之前，独龙江里面的独龙族人民与外界呢完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。穿过这条隧道啊，仿佛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从贡山县到独龙江一共70多公里，但是可能有50、60公里的路段是无人区。我们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，这边呢就是独龙乡乡政府的一个驻地。大家看到远处的雪山没有？往独龙江的下游开4公里，前方的雪山下呢有一个特别原始漂亮的村庄。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独龙江的普卡旺。哇，这条河流好清澈，非常的漂亮啊！从上边雪山流下来的。然后这边这些呢，就是当地的独龙族人居住的房子。这个房子非常的有特点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房子建得并不高，那么全部都是用这个木料条木啊来进行毛榫的结构来把它扣上的。普卡旺这里的建筑呢，应该是更多的保留了他们原来独龙族人居住的房子的样式啊。我呢也不会在这个普卡旺逗留很久啊，因为我了解了一下，他们独龙族现在还有纹面的老奶奶呢只有7个了。那么这里呢好像没有，再往上游走10几公里呢，有一个村庄那儿说有纹面老人，所以呢我们要去探寻一下纹面老人。这里呢就给大家打个卡啊，大家看一看这里的景色就可以了。这里呢就是居住在半山的丁葛村。今天我们运气非常不错，我刚进村呢就看到了纹面奶奶，我跟她聊了一下，我可不可以拍摄她，是争取得她的同意之后呢，我们才开始拍摄的。80岁了啊，都好大年纪了。那她算长寿的了哈。我听那个村里面有人说，他们就是现在纹面的老人只有7个了，是吧？就是全个独龙族。7个。只有7个。那你们这个村还有几个？还有1个，2个。2个人总共。这个奶奶姓啥呀？姓丁。姓丁。啊，那其他的独龙族都姓丁吗？还是说有别的姓啊？也有别的姓啊。也有别的姓。那你也是姓丁吧？不是，我姓贺。姓贺。就是没有通公路之前是怎么？去过，就是你说的翻山。要去公山的，要走2天3天嘛。走3天才能走出去啊？对。我的天哪！在哪里读书呀？在公山一中。哦，那真的走得太远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房子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奶奶家的是吧？哦，然后还有一个儿子。出去打工了吗？没有，在家。都在家里。那先给奶奶她拿进去吧。你注意哈，有点重哦。重哦，慢点。热气哦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跟他说一下这个天麻怎么吃。就是他那一代是天麻。这个奶奶的话，她纹面是大概什么时候纹的？她小的时候。小的时候，就是10几岁。15岁。15岁。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纹面呢？就是老一代是每个人都纹。老一代是每个人纹的。就是可能他们就是最后纹的了。也算是最后的。因为你应该有多少岁了，姐你？49了。49。对。对，到你们就没有纹了。他是不是都没出去过？有出去过吗？就是从来没有翻雪山出去过。翻雪山的吧，以前翻雪山。就是出去的话，
基本上每次都要走个3、4天，嗯，来回得5、6天吧来回这个10多天了嘛。 ，10多天。嗯，有时候10多天。就是公路没有通的时候，要出山一趟，来回得1个多星期。嗯，对对。来回是这个搞里下的也不是，这你的我那就要对。来回是10来多天。出去一趟来回得10多天。没浪漫，但咱们都这个经验的多。那么你要走10多天，中间的话也没有人，怎么睡觉呢？就在山里面睡觉吗？山里面睡觉。就是把睡觉的东西也带着，在山里睡觉。都带了嘛。那不怕山里有野兽吗？没有，马上走路的人多嘛，来来回回的人多了嘛，那时候。来来回回的人多。嗯。我反正是要翻雪山。那不危险吗？就是。黄山一般是那个雪山上是一般是冬天才有嘛，夏天是没有雪。哦，夏天出去。夏天出去。那冬天大雪封山的话就不出去了。对，是那个意思。哦，我听那个有人说，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纹面呀，主要就是还是担心说外族的人来抢他们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家把这地过来偷，这地过来偷不下，等待呢。这地过来是偷不来，现在嘛不都我买哇？这家把民族习惯哇，没个。不是这个原因。不是这个。就是因为祖传下来就是这样哈。民族习惯哇。哦，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这样。一代一代。你是从哪里？贵州。你知道贵州吧？知道。远哦，我来这里1000多公里哦，开车都开了好几天，我在路上慢慢来的。对，这个奶奶纹的，她有没有什么讲究？就是有没有说法？有没有呀？不都里边你等你现在我来看不路的，我来看不路的。也就不的没有也就不都咋的？路上了。也来路上了。也嘞。我说路上了。路上了都咋的呢？都骂的。他说是他文明的时候是老是骂那都是骂。都是字用刺。行嘛，不会的，大概行嘛。不会的，大。用字纹的。用山上的那种刺。然后再把颜料放进去，就是有颜色的东西放进去。颜料放进去。那不是很痛啊？痛哈。到比你咋嘛？咋？痛。一个星期要咋改没一些？一个星期，他说是1个星期不能吃饭。1个星期不能吃饭。我妈妈也没纹。你妈妈也没有纹，那可能比她小几岁是吧？比她小几岁，我妈妈早就不在。他们是那个纹面是，意思是他们意思是愿意的人纹嘛，不愿意的可以不纹嘛。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也是愿意的人可以纹，不愿意的可以不纹。自愿。那如果说不纹的人，会不会被长辈说？不会。不会。我没够心嘛，我对没去长心里可以没够心。没够没有说。没够。不说什么，就是他小的时候是比他大的老人是每个人都纹。比他大的是每个人都纹，然后正好到他呢就可以自愿纹不纹。自愿纹，对。他们年轻的时候翻山越岭有没有跑到国外去过？隔壁不就缅甸吗？缅甸的给你了呀？缅甸给没有？没有去过。出去赶集就是到贡山县。除了哪里都没去过啊。哪里都没去过。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可以分享一下？啥地方得等呢？啥地方得等？对，要得可以到个下次也过弄不了。这个人说是以前是在我们这里讲是没有吃没有穿的时候。那个解放了以后是有吃有穿的时候。那是他算是看到幸福了，算是。对，就是还是赶上了幸福哈。赶上去。就以前的话，吃穿都比较困难。对，那时候那是康熙共产党。他们这里。以前咱们小的时候鞋子也没有装，衣服也没有装。就是他们小的时候衣服都没得穿。没得穿。那身上穿什么呢？嘛，这种挂起嘛。对，这种挂嘛。我这个东西挂完嘛。就挂就挂呗。那衣服是我们自己可能那种编的嘛。自己编的。自己编的。用山上的树来编吗？
麻线也行嘛，麻线，就是用那个麻线呀。哦，用麻线来自己编来穿。那现在他穿这个衣服的话，就是独龙族的衣服吗？这个啊是啊，就后来就这个衣服就表示是独龙族的服装。对。哎呀，今天特别幸运，碰到了奶奶，主要是也碰到了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跟他也没法交流，对吧？那我走了，奶奶。那我跟你握个手，就是祝你活200岁。姐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我走了，身体好的啊，就是注意健康，少到山上走了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你跟他说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告别了奶奶和那个大姐，到山下来了。那个大姐他们以前就是住在河边，他们以前的房子呢，就是河边这种房子的样式。在他们居住的后方这里呢，有一挂瀑布啊，这个瀑布呢叫做的确瀑布。的确在他们独龙族的语言中呢，就是瀑布的意思。通过跟文面奶奶的聊天之后啊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啊，还是自己亲自来了解比较好。我在未来之前找到一些资料呢，说是纹面老人为什么14、15岁就要纹面，是因为地方上的人怕这个姑娘长得漂亮，然后呢容易被外族的人抢去。你看，不是这个意思吧？而是他们本来就有这个传统。那么在奶奶的上一代呢，是全部都需要纹面的。在这个奶奶这一代人呢，其实是可以选择纹还是不纹。解放之后呢，他们就已经跟外界取得了联系，经常性的翻山越岭呢，到贡山县去买东西，但是来回呢，差不多要1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。独龙族人呢，大多数呢都生活在独龙江沿岸，总人数呢有4000多人，有一少部分呢可能生活在丙中洛。独龙江的风景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从贡山县过来，中间70多公里几乎都是原始森林。不光是独龙江里面美若世外桃源，就是我们来的这70多公里路啊，都是美景尽收眼底。所以说独龙江真的是值得大家来游玩的地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独龙江之旅呢就到这里哈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